Hello， 大家好。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考方式，凭借着自己的个人意志行事。事实上，我们共享着同一个大脑，就连我们的身体也是共享的，就像共享单车一样。在英国，除了周日以外，每天都会有送奶工把新鲜的牛奶送到家门口。过去的那种老式牛奶都是全脂，就会在奶瓶的最上面有一层厚厚的奶油。1921年，南安普顿的居民就发现自己家订的这个牛奶，怎么最上面的奶油总会丢一口？慢慢就发现原来是小鸟干的。牛奶公司呢就在奶瓶上加了一层铝箔盖。过了一段时间，这铝箔盖上就会有大小不一的洞，有的时候这个盖直接都会不见，里面的奶油还是会丢。经过蹲守后就发现别的鸟它还不会，就是蓝山雀用它自己的嘴给捣坏的。给奶瓶加盖的这种行为对于蓝山雀来说形同虚设。从此之后，南安普顿再也没有一瓶牛奶能完整的进入它。那可能就是蓝山雀通过观察模仿学会的偷奶油。随后陆陆续续就发现在英国各郡都出现了蓝山雀偷奶油事件。问题是蓝山雀它不是候鸟，一般它离家不超过9公里，更何况是125公里以外的伦敦。对，伦敦的蓝山雀也开始偷奶油了。随后瑞典、丹麦、荷兰也都陆陆续续出现这种情况。那也不排除繁衍后为了不抢夺资源去外地打工的鸟。然后二战来了，没有人订牛奶，也没有人送牛奶了。到了1947年到1948年，人们又开始陆陆续续的订牛奶。注意了，蓝山雀的寿命是1年半，会开盖偷奶油的蓝山雀早都死好几茬了，但是奶瓶一出现，奶油还是会被偷吃。蓝山雀是怎么跨多代学习的偷奶油呢？有一种现象就可以解释，当一种思想、一种情绪、一种行为达到某个临界点的时候，就可以跨越时空的维度，从原来的团体散播到更大的区域。还有一个词儿专门解释这个现象，叫白皮猿猴效应。白皮猿猴就是说1952年日本京都大学灵长类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就来到了位于宫崎县旁边的幸岛研究观察猴子。为了做研究，还往岛上扔了大量的地瓜，也叫番薯。这幸岛是海岛地瓜扔到沙滩上就沾的全是沙的，猴一吃就硌牙，于是猴又会在拿起地瓜的时候扑了扑了上面的土，或者再拿一个地瓜两个拍一拍，就这样持续的研究。2年后的某一天，一只小母猴无意间把这番薯掉到海里，它就赶紧捞住了，一咬，你别说，味儿挺好，海水把这沙子都给洗掉了，而且地瓜还有点咸淡味儿，还挺好吃。他就赶紧告诉他妈、他小弟、他小妹到海边给他们现场教学。就在教学的过程中呢，就让其他的猴给看到了。于是几乎这个岛上所有的猴都会拿海水洗东西吃，只有几只老顽固猴不学习，学不会。偶然间发现周围的岛上的猴也会在拿到吃的时候放到海水里洗一下再吃。宫崎县旁边的岛都是无人的孤岛，那这些猴是怎么跨岛学习的呢？幸岛上的猴又刚好是100只，于是就大胆的推测，当猴子学会某种行为达到一定的临界值的时候，就会形成意志的觉醒，自动开放技能，这也叫百猴效应，也叫第100只猴子。这说的都是动物，那人有没有这种能力呢？爱斯基摩人会描述他们梦到蛇或者蜘蛛，但是极圈是没有蛇和蜘蛛的，而且十有世界没有其他途径能知道这些。那这事儿是咋被发现的呢？就是我们那位爱研究梦的大师卡尔·荣格给爱斯基摩人分析梦。最近做啥梦了？跟我说说，我给你分析分析。这么说他跟彪哥挺像啊。彪哥解梦馆，鼓励做梦，女人梦吧梦吧，不是罪。事实上，爱斯基摩人并不知道自己梦到的这是什么，他们是把东西给画下来，然后荣格一看这不是蛇和蜘蛛吗？这就让荣格更加相信有集体潜意识的存在了。这是荣格无意中发现的。在1984年，生物学家鲁伯特·谢尔德雷克和英国 BBC 他俩联手做了一个实验。实验开始之前呢，鲁伯特·谢尔德雷克就制作了2张图片，在澳大利亚找几组受试对象，先给他们分别展示这2张图片画的是什么。谁能知道他画的是什么东西啊？几乎没有人能答对。在此同时呢，英国 BBC 电台就在一个他们当地英国人能看到的电视台顶上播放其中1张图片，
并给他们讲解这图片画的是什么。在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呢，又找了新的实验对象，分别给他们展示那张上过电视的图片，几乎所有人都能猜出来他画的是什么，而那张没上过电视的图片，还是没几个人知道他画的是什么画。那么你来猜猜这2张图片画的是什么？留言告诉我。这个实验是鲁伯特·希尔德雷克为了证明自己的形态发生场理论设计的实验，肯定有不信邪的。就有一个心理学家就说，你不是说你形态发生场存在吗？那行，我找2组受试对象，让他们学习真正的摩斯电码和这心理学家自创的摩斯电码。理论上学习的速度应该是一样快的，但实际上真正的摩斯电码学习的速度会更快，因为会真正摩斯电码的人数已经达到了临界值了，所以就非常容易上手。那按这个理论来说，就是之前学滑雪的人就会很难，而近几年学滑雪的人就会比较简单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的小孩比我们小时候聪明太多了，而且他们学习的内容是真的难。我记得看新闻说，清华教授让小学6年级的数学题给难住了，他说他活了80多年没见过这么难的题。你发现了吗？这个包含我们集体记忆的这个仓库啊，它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优化，不断的更新，像不像人工智能？阿卡西版人工智能。那理论上来说，就是会一样东西的人越多，之后的人学习就会越容易，对吧？2001年上映的电影《半梦半醒的人生》里面的角色就讨论说，填字游戏在被很多人做过之后变得更加容易填了。外国人都不爱玩那个填字游戏嘛，也确实做实验了，确实是这样的。在科学界常出现这种现象，叫做多重发现，也叫多重发明。就是说一项科学突破或者一项新发明，分别有2个或2个以上来自不同地方的科学家，他俩能分别独立的发明出来这个东西。就比如一个在南极，一个在北极，他俩互相也不知道对方研究啥，但是他俩却能在同一天说自己研究出来了。1876年2月14日，丽莎·格雷和亚历山大·贝尔同时为自己发明的电话申请专利。1611年，4个国家分别派出1名代表，说太阳黑子是他们国家发现的，至少6个人说自己发明的温度计，至少9个人为望远镜的专利现在还打得头破血流的呢。匈牙利数学家鲍耶看着这一滩浑水，就跟他儿子说，当某些事物时机成熟的时候啊，就像早春的紫罗兰一样，指不定在哪儿就开花了，到时候你可别跟他们争啊。注意啊，在性党上最开始那几只老顽固不学习的猴，到最后他也没学会。会不会我们头脑中经常有一些想法而灵感呢？科学家就是把那些想法灵感都记录下来并且实践的人，而我就是既没记录也没实践的人。你会不会好奇这个零零碎碎会冒出来灵感的知识库记忆库它到底在哪儿呢？如果你也好奇，证明你也是天才。因为特斯拉他也好奇，他就想，既然物质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破坏，电能又是怎么产生的？会不会有这样一种物质，它可以变成各种能量呢？他多聪明了，他就开始各种做实验。到1896年，他的实验终于成功了，证明确实有这样一种物质的存在。这个物质本身就是能量，他管这个能量叫做以太。以太充满了我们所有能看到的空间，还有一个纯由这个以太组成的空间的存在，叫做以太场。这个空间我们所有的物理规则到那儿全都不好使，全都失效。而我们所有能看到的物质都是由以太场的能量组成的。他真没参考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吗？什么是形而上学？亚里士多德认为每一个可以感知的对象都是由物质和形式组成的，而我们所有看到的可以感知的物质在它没有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因为它只是一种物质的投影而已。而亚里士多德管它也不叫形而上学，叫它第一哲学。这个一是万有之母，连续不可分割的，存在于万有之中，而又在万有之上。形而上学出自于易经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就是说我们所有看到可以感知到的物体都是形而下的实体物质，而在这个形而下的实体物质之上的就是组成它的道。如果新教的发现科学家研究这么多年就研究这件事的话，肯定会告诉他，圣经当中早说了，独一的神，万有之父，超乎万有之上，贯穿万有，也在你们众人之中。圣经中管这个能量叫父，哲学中管这个叫形而上，心理学管它叫集体潜意识，神智学叫它阿卡西，易经当中叫它道。而你有没有发现，越是不是实体的
看不见摸不着最好还听不到的，它的能量就是越强的。就比如电能，我们的思想意识，我们看一件事情关注一件事情就相当于为它注入了能量，可是它又是看不见的，我们又不知道我们把我的能量投射到哪里。这就是为什么越刷短视频还会感觉累呢，本来一天什么都没干就刷短视频还觉得累呢，因为我们把我们的能量给他了。你的注意力在哪儿，你的能量就在哪儿，你就把你的能量给了他。记得上一期聊用手指识字吗？手指无意中摸到佛这个字儿，正常摸到字儿都是写在纸上的字儿，而佛这个字儿是一个发着金光的人在哈哈笑。后来又试了好多这种关于宗教类型的字，越是我们识物知的，越是我们经常说的，经常关注，经常想的，这个字儿这个形象它就是越亮的，也就是我们真的把我们的注意力变成了一种能量。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黑红也是红，虽然我们不喜欢它，但是我们关注了它，就是我们把能量给了它。这都是属于我们无意识当中的把我们的能量扔出去了。那如果我们有意识的集体的去运用我们的能量会怎么样呢？圣经中也说了，圣经中说，我在确实的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当中有2个人在地上同心的为任何事祈祷，我在天上的父就会为你们成全。马赫西效应就是充分运用了集体的思想能量。马赫西他在1960年代就已经提出了临界质量这个概念，也就是只要足够多的人聚在一起冥想，就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和平。而他的这个冥想也至少经历了40多次的科学实验认证，确实是有效的，确实可以降低当地的犯罪率，而且在冥想地周围的居民会更加平静，睡眠会更好。每个星期3都是全球和平冥想日，考虑到时差，全天任何时间，在你祈祷的同时，都有人和你一起在为全球和平而冥想。这也是我的视频为什么在每周3更新的原因。愿你在看完我的视频之后，一起为世界和平而冥想。我们的意识是连接在一起的，但我们的身体总该是我们自己的吧，总该是独立的吧，这个我们怎么共享呢？你有没有想过，你每一次呼吸都至少会有1个原子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而你的每一次吃饭都至少会吃掉1个曾经别人身体里的原子，而你的每一次喝水都至少会喝掉别人曾经喝过那杯水里的原子。同样，你呼吸、哭泣都会至少排出1个原子回到地球的生物圈，周而往复。真的假的？一个成年人身体里约有5000亿个原子，这些原子都是来自于地球上的每一个人的。而只要你在地球上，哪怕你屁股也不好使，你得呼吸吧，你只要呼吸你就逃不掉。也就是说，我们从物理上也是相连的，从精神上也是相连的。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我们都是一个巨大整体当中的一部分。各个宗教、各种文化都让我们要爱所有人，怎么能做到呢？但是我们可以爱自己，你就是我，我就是你。这期视频看完之后，你再看看《金刚经》，会有不一样的理解。那我就不理解了，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会看自己不顺眼，有的时候我要自己为难自己呢？这我们下期再聊，拜拜。